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日，又是星期天啊。那么又是5月最后一天，又是星期天呢，今天就没有理由不录一个视频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就针对我生活周边的最近的一些相对来说我看到的一些热门的事情吧，就闲聊一下啊。首先呢，就是今天一大早就欧洲的时间，那个就看到互联网上就到处都是在放那个法国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呢，就是在巴黎这个街头有很多的这种打砸抢，或者说这种乱的行为砸商店还有砸汽车还有很多放火就反正这类事情吧。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因为还没有就是官方的媒体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就是一些自媒体拍摄的嘛，就互联网上的。但是好像是说这个法国巴黎这个足球队夺得了冠军就是欧洲的这个欧冠的冠军，然后呢就和这个相关当然我并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冠军就是足球的冠军和这个骚乱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看到就网上很多人都会把矛头指向，比如说法国的总统法国的什么政客还有就是指向种族说什么他们都是一些就是非洲主义或者说穆斯林然后又会聊到这个难民的政策就批判难民的政策，或者说移民的一些政策反正就是这是互联网上的这个情况那么像我住在这个比较偏远的这种小镇上，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这个隐士过的这种生活，就你远离大都市了嘛，这种喧闹这种很多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更多的就是依赖的是这种互联网上或者说一些新闻媒体你在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治安还是不错的，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基本上也就是大家你看早晨像我背后跑步的跑步我背后是海，那么大家在里面游泳或者说我隔壁是个打篮球的，就大家在那边打篮球就差不多，这就是一个很平静，每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吧所以你很难去感受那个感觉但是很多年以前就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还是30岁左右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每天非常忙碌的做着摄影的工作我那个时候就非常想成为一名这种拍摄新闻专题的摄影师就能够每天拍到这种街头暴乱或者说这种好像感觉很很真实的这种社会的生态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说，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最愿意生活的城市，那么它就是巴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有非常好的历史建筑有非常浓郁的艺术氛围然后呢也有这种一到晚上这种真实的有小偷有强盗是吧？有这种社会的另外的一面我当时我还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上人到了现在就40多岁了，就好像勇气就离我越来越远了，就我也没有那么追求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这种年轻时候的内心的那种荷尔蒙吗？是激素造成的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追求那种我就觉得哪怕是
睡在街头上啊，睡在帐篷里面没有关系啊，只要给我能够记录到这个社会真实的东西啊，好像我就觉得为了探索那个东西啊，就愿意付出一切。哎，好吧，关于这个事件啊，我也不想下什么结论，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真实的原因和具体是什么，只是看到一些视频啊，还有很多人的骂骂咧咧，对吧？很多人的批评啊，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因为我没有彻彻底的了解，所以我没有很多的就是发言权。我只是说我看到这个事情，但是我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夺冠和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些人他在那边打砸也好，抢也好，或者说把什么汽车烧掉，这个意义在哪里，对吧？就不太能够理解啊。那么再说说我们这边吧说说我自己。有的网友呢他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其实大家留言我基本都会看的那么有的人说他说你身体很诚实你一直还是在西班牙其实呢我过去呢也发过一些视频，对吧我说了一些西班牙的一些现实的情况我自己移民生活的一些现实的情况，还有呢我也说我要离开西班牙，对吧去一个其他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像我前面说的总有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这是很相对的，是存在着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就是只说一个地方的好，或者说只说一个地方的不好，这都是不客观的，对吧再加上呢，每一个移民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针对个人的情况呢，确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就像有人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离开？你身体是很诚实的并不是我身体很诚实是我的钱包很诚实，是我的能力很诚实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像那个今年年初其实本来我们是想去这个塞浦路斯的，想去塞浦路斯，并且呢已经做好了时间上的规划但是呢，这个伊朗、美国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导致了呢就是中东这边很多因为阿联酋这边不是也被攻击了嘛，所以以色列、阿联酋还有就是中东这边原来的很多待在那里的有钱人他们就跑到塞浦路斯去了，因为塞浦路斯是欧洲的一个免税的一个地中海的国家嘛，也是一个小岛，是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导致了那边各种房源什么东西的就剧烈的上涨，再加上呢，这个就是这种战争它就像俄乌战争打了好几年也没有停。西班牙的房价其实上涨很大的一部分是和俄乌战争是有关系的因为俄乌战争呢，有很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有一些东欧的一些国家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人，很多人都跑来西班牙。这个我现实当中我认识的都有好几个我认识的都有好几个。那么像这个塞浦路斯也是的就这个战争现在说完也没有完，然后呢，塞浦路斯因为本来也不是个很大的地方，对吧？你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什么时候这个局势会结束，就没有人知道那你说你要，比如说离开也好，你说你要再移民也好，你也不能光靠嘴说你也不能就是只是像网友那样打打口炮，对吧不行的，你这个是要
经济实力的啊，说的简单一点。那现在啊，就是我还没有啊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就是能够让我觉得啊很安心啊，所以没有办法啊，就现实当中。当然了，就是我目前好的一面来讲，就是我离我的目标正在越来越接近啊，就不管是通过省吃俭用，对吧？就节约啊，然后通过就是日常当中再去我投资理财上啊，能够获得收益，就我离我的目标是在往一个越来越近的方向在努力啊，并没有越来越远啊，所以这点呢，我还是挺欣慰的啊。那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对西班牙，你说一个人住了很多年啊，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你说会没有情感吗？没有感情吗？这不可能，对吧？就哪怕你在人家过去拍的很多这种电影啊，就你在牢里面啊认识的那些狱友啊，就一开始跑进去一个牢里面，都是里面的人要欺负你，对吧？什么牢头狱霸呀、黑社会大哥呀，还有那些管教是吧，都要欺负你啊。但是住久了啊，这些人最后啊，这些人都变成了朋友啊，就从牢里面就离开的时候啊，那些人还要什么依依不舍啊。电影啊，当然也是，我认为现实当中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啊。那你说，我在西班牙住了这么多年，会没有任何的情感吗？啊，也不是的啊。其实，我还是很热爱啊这里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啊。只是嘛，就是说，大家做视频、做节目啊，有很多东西去讲，别人讲过了，你再去讲一遍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每个人都要从每个人独特的视角啊去讲。就像如果我说啊，这里的什么这个美食很好吃，那个酒很好喝，那天天这个人讲，那个人讲，你再去讲一遍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啊，你肯定讲的是从你的独特视角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对吧？那么，其实像我现在啊，想要离开这里，其实也是主要几个原因啊。一个呢是在这里啊，就如果你要像目前我住的这个小镇啊，别看它这是一个小镇，它旁边既没有机场，也没有什么呃，就是火车站的这种高铁的这种大站啊，都要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呢，这个地方它现在这个房价啊，就你要买一个差不多70-80平米的，然后看起来还不错的房子的话，那差不多也要30-40万欧元啊，就一定是要的。如果你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啊，就是那种，那种什么叫什么单独的别墅啊，或者说是那种联排的别墅，那基本上都要50-60万欧元啊，甚至更贵。那种就是独立的好的啊，那是就是几百万欧元的也很多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镇。那么这个呢，就我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去买一个这么贵的啊。再加上呢，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它的价值啊，就是我并没有那么认可啊。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好啊，是因为就是从我的角度啊，我的这个年龄啊，或者说各方面，对吧？就你让我几十年就一直开始这样住着，一直住到死，然后每天也是这样子的啊，感觉还是就不是我现在所想的啊。那他如果比如说，像我刚来的时候啊，这个房子的价格要比现在要便宜一半，所以啊，几年涨了1倍，这个速度，对吧？那必然，这当中是有水分的啊。还有，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缘分上的原因啊，就像这个地方，我当时一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挺不错的。
其实我一开始来西班牙的时候，我是想去大的城市的啊，只是来这边旅游过渡一下。就本来我定的城市不是在这里啊，是个大的城市，也是像巴塞罗那、马德里啊这样啊。但是呢，我当时就是一旅游，我就觉得哎挺不错的。那我也是个很随性的人，当然那个时候人更随性，对吧？那个时候就人更年轻一点嘛，所以我就住在这里了。这也是种缘分啊，就是一见钟情的缘分。但是呢，你说有没有想在这里住一辈子的缘分？那有的地方就真的有，对吧？就像我看的那个那个那个书啊，就是有一个作者，他是英国人，他住到法国，住到那个普罗旺斯啊，他就写了很多书嘛，什么《山居岁月》啊，《山居笔记》啊，什么《再见普罗旺斯》啊，就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就一到普罗旺斯，他就爱上那里了，然后他就隐居在那里，住了很多很多年啊。但是你像我的话，我就没有在这里想住一辈子的这种想法。那你没有这样的想法以后，你就不会为之去努力，对吧？就你不会为这件事情去努力啊，你就这个东西，所以就很奇怪。当然，命运这个东西不是我决定的啊，就我自己的主观想法是这样。就像比如说我主观想法，我想今年去塞浦路斯，但是就命运上啊，就发生了现在这样的事情，那你就没办法离开啊，你就只能还是这样，就保持不改变现状，对吧？就像我当年，我是想去美国啊，我都已经找律师去帮我办所有的手续了，哎，但是一念之差，我就后来没有去美国啊，并且我当时还去了就是旧金山和那个洛杉矶，我都考察了一下啊，但是最后就没有去。然后又过了很多年啊，我把这个日语证书什么都考了，我当时想去日本啊，当时我也是去日本那个很多个城市啊去考察了一下啊，我记得去了什么伊豆高原去了那个热川就很多地方。我当时其实很想住的这个地方是那个伊豆高原啊，因为那里也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地方啊，然后也不错，很安静。然后我也去了那个日本的，就是一些小的这个地方也很安静的，不错。比如说像那个白滨啊，就是一个度假的，也是个海边啊。还去了鹿儿岛啊，反正日本我当时也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哎，后来我就从来没想过要来西班牙的，我就变成最后跑来西班牙了。然后考过的证书啊，还有之后就是，其实那几年日元的汇率啊，包括现在日元的汇率越来越低了，就是来西班牙的所花的钱、所花的成本，当时如果去到日本的话，那其实应该来说是收益是更高的，就获利是更高的啊。但是来了西班牙以后，当时那几年的汇率也好，还是物价也好，还是房价也好，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哎，但是这些年就越来越高啊，随着什么俄乌战争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对吧？啊，所以这个人生啊，有时候就是很多东西并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愿的啊，没有办法，这是命运的安排啊。我现在也是坦然接受了，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没有特别的焦虑啊，尽管有很多问题存在，但是我没有焦虑了啊，因为急也没有办法啊，只有一个就是你不停的去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你不停的去努力啊，你要不停的让你的这个钱包越来越多，有资金啊，这样才可以就是去改变啊。那么像这两天呢，我也看到就是西班牙这边也是的啊，就大家也是为了这个移民的话题呢吵得不可开交啊，因为那个左派这边就现任执政政府，
他上一任的一个什么首相啊出了问题，然后呢右派呢就瞄准他这个事情啊，就说，反正说到最后啊，就无非就是移民啊，当然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啊或者什么啊，当然西班牙就整个欧洲来讲，这个移民政策都是比较宽松的啊，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就是非法移民啊，或者说一些这种税收啊、高房价啊，反正讲来讲去就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仔细的思考一下，我觉得就算啊，就算这个右派上台了，重新执政了，然后去掉了这些移民的这些政策或者什么，它的经济啊也是挺难的啊，也是挺难的。因为你就像过去日本，日本其实之前一直都很强经济啊，在中国这个制造业没有起来的时候，日本真的是很强。但中国后来它的制造业起来了，像现在，就像哪怕你在这边你看到的什么日本的电视机啊、什么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东西，中国的这些制造业啊，它都在这些事情上，它都已经抢占了份额，并且呢，就是你像新的领域，什么 AI 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对吧？计算机、半导体这些手机啊，手机你像现在这种中国产的这些手机啊，在世界上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什么索尼啊这些手机啊，所以你就像日本在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算是比较强的。你像西班牙这些国家，本来啊，就客观上来讲，它就是在这些能量上啊，它就没有什么能量。虽然啊，这个移民导致很多问题，移民的政策，但现实我们看到的也是事实，就是大量的移民啊，他为了留在这里，或者说他怎么样，他来了，他带动了人口啊，他也带动了这个经济啊。那么这些移民他转化成合法的以后呢，他也会交税啊。其实总的来讲，它其实确实是带动了。就讲的最简单一点，就这个房价，人来了总要住，总要吃，对吧？这些房价这些东西都是由这些移民其实带动起来的啊，这让这个租金就高一点。受益的其实还是本国人啊，本国人有房子的这些人啊。当然了，就是也带来了竞争，对吧？其实我觉得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就移民他来了以后，肯定比本地人要来的更拼一点，更努力一点。那么面对了就是原来你花费更少的努力啊，你就可以拥有的。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其实你不跟这些人竞争，你也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竞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啊，就是左派啊，现在被批判的一无是处，到处有很多问题，但事实上啊，就是这是一个很长远、很长远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就是这么简单的啊。就算比如说右派上来，他们把移民比如说赶走了，或者说不接受移民了，那么保护的其实也是更多的有钱人的这个税收啊、收益啊什么。就对普通人来讲，其实你可能得到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最终其实还是要靠自己的啊。当然，移民来了，其实更多的啊，它带动了很多活力啊。其实还是就像普通人的这个房子啊，他本来只能租更少的钱，或者说租不掉，对吧？但是很多移民来了以后啊，你不管他是什么合租啊什么这些人，但是他确实把这个房租的价格给带动起来，这个让很多原来就有一些房子的人呢，他的租金什么啊就得到了现实的收益啊。这当中有很多的就是很现实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啊，更别说什么就是生活当中日常当中的这些东西。就像这里的所有的餐厅，
如果没有外来的游客啊，如果没有移民，那这些餐厅它没法开下去，因为日积月累下来的啊，不管是通货膨胀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这些房租、这些固定的成本，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就是一个小的餐厅，它的能接这里的居民，这个客户就本地人才有多少呢？而且人家也不可能天天来吃饭，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要靠流动性的新生的这个人口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哎，好吧，反正这个视频就是闲聊啊，就聊到哪里是哪里。那我看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